这是结婚后1年迟来的蜜月旅行，在夜里离开台湾，飞向另外一个时区。坐晚班飞机的好处就是到了欧洲能够直接调时差。在巴黎转机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久违在贩卖机投了小熊软糖，补充一点能量。等待转机的时间，也打开了电子阅读器，读了几页书。终于降落在丹麦哥本哈根。哥本哈根地铁是全自动无人驾驶，从机场搭地铁进市区只要15分钟，再推行李走10分钟左右，就到达我们这8天要居住的旅馆。这是一间来自德国的设计旅馆，我们住的是位在哥本哈根市中心，是由旧工厂和大学改造的空间。走进这间饭店，它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并不像一般的传统饭店，厅有着把书挂在天花板的装置艺术，以及旁边一整排可以使用的打字机，可以在这边打一封信寄给亲友还有自己。礼品店的选物也充满了幽默跟趣味，还有一间很酷的黑胶聆听室，24小时开放给住客使用。在等待 check in 的时候，我去上厕所就开启了乡巴佬模式，真不愧是设计大国，连厕所的配色都很注重。每间房都有一组标语牌，可以选择今天的心情挂在门外。打开门后，这是我们的房间，房间比想象中的大。这间大概是24到30平方的双人房，空间很舒服。开放式的洗手台跟卫浴3个是分开的，设计有点倾斜的屋顶，可以让光从窗户洒进来。我们房间的高度很幸运的，刚好可以看到整个哥本哈根的城市。整间房的基底是以黄色的墙面为主，空间的设计与配色都很大胆，但让人不会感到压迫，待起来却很放松。我觉得旅行有一个很奇妙的时刻，就是当你开始整理行李，你才会觉得自己的旅途要开始了。简单整理过后，已经是当地的傍晚，我们准备外出去觅食。5月的哥本哈根天气非常舒服，我们在饭店附近走路1分钟就能到的煤炭广场上吃晚餐。卖的第一餐，跑来吃一家在饭店旁边有名的汉堡，起司通心粉，还有蘑菇松露汉堡。晚餐过后，我又去买了一杯果泥，这是丹麦原创品牌，是丹麦空手道前国手开的。我们抓紧时间在附近乱晃，刚好看到最大家的设计选品店还开着，里面集合很多丹麦设计品牌。剩下10分钟就要关门了，我们打算改天再来逛。去的路上，我们在超商买了水，到达旅馆的时候已经9点了。5月的哥本哈根，天色黑得很慢，像时间被拉长了一样，也让我觉得这一天好像还没有结束。第2天早上的哥本哈根，光变得很干净。我们出门穿越过广场，看到一座雕像，是这个城市创建者之一，也是这个城市的守护者。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找到当地搭公车的地方。今天感受到丹麦的街景，有一种悠哉的感觉。大约10分钟后，我们等待的公车来了。我们安静地往港区移动，窗外的风景像一幅画，变得越来越开阔。我们今天第一站是一个哥本哈根很有名的面包店，他们为米其林3星餐厅 Noma 提供面包。这边的面包是用天然酵母慢慢发酵，每天现烤。很多在地人都说，如果你只去一家面包店，那就要来这里。我们点了简单的早餐，味道是很单纯好吃，不是强烈的，但是你会记忆很久的那种。是润的。哦，没有那么容易腻，有些都是它有那个糖在上面，蛮好吃的。它有个嚼味，然后有一个酸味。它是苹果啊，它有苹果的味。可能怕是全部都是果就会，其实不会。我本来怕有鬼味很重。不会，完全混合在一起。我觉得蛮好吃的。很好吃。
这家店的 logo 我觉得超级可爱，后来发现他们其他家分店也有这种设计的小巧思。现在要去看一个丹麦的现代展览馆，它在以前的旧船厂改造的。一走进来的售票口就已经有小展览，还有各种艺术周边商品。展场第一个遇见的是划分空间的墙面，它不像是一条路，当光穿透这些墙面，会改变空间的颜色，会让参观者逐渐变得安静。这个作品的光不是随便选的，蓝色的光让人比较难找到血管，用来降低毒品注射的行为。而粉红色被认为会有平静的效果。最后是一个全黄色的房间，放了2棵植物。艺术家觉得黄色代表了静止，植物跟人一样会随着环境被影响。接下来我们往其他的展览空间走去，展览空间很大，像是探险一样。走到2楼之后，会发现这里像是一个正在发生创作的现场。在 CC 的 Studio 计划里，观众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你可以自己动手，留下痕迹。被大家填满的画纸会被吊挂在后方的空中。我觉得这个计划最有趣的地方是，大家一起共同创作，留下了自己的一部分，也好像成为了某一部分。当我们走进这一区，才发现这不是单一艺术家的展览。作品包含了绘画、影像，还有我们前面看到的装置。这里有一些影像记录了作品被产出的意义跟过程。这个展览是一整个创作计划，他们来自英国，由一群具有神经多样性的创作者组成，在艺术、照护与社会之间一起工作。而我觉得这些创作不代表一个过程，比较是创作者们在生活以及被理解的过程。最后我们参观的是丹麦艺术家的作品。这位艺术家其实是从漫画跟童书开始创作的，画风看起来很简单，也很童趣，但仔细看你会发现他的世界里面有一点奇妙，也有点可爱，甚至有点荒谬。但我其实很喜欢这种有反差感的作品。但这个展区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不只让你看，还让你跟着一起画。现场提供很多色铅笔还有画具，任何人都可以坐下来创作。我们也各自画了一张。老实说，我一开始会有点犹豫，因为不知道会不会画得比别人差。最后你也可以选择把你的画作放在那个收件箱里面或带走。我自己是放进去了，而且我希望可以得到第1名。看完展览之后，我们走了5分钟到旁边的 Lily Bakery 早午餐面包店。我很喜欢他们的手工果酱还有手工谷物，因为也是旧船厂改造而成，他们有一个开放式的厨房以及2楼开放式的用餐区。我们点了开放式三明治、一个炖鹰嘴豆套餐，以及他们最有名的糖霜炸面包球。我很喜欢他们的开放式三明治，是手工裸麦酸种面包，配上酪梨酱，以及口感处理成很细致的炒蛋，上面再配上一些茉莉花瓣，整个口感非常的清爽。这个糖霜炸面包球其实跟我们台湾传统炸甜甜圈很像，但它口感外表是薄脆，里面是松软，上面还有一坨甜的奶油。我觉得 Lily Bakery 它就是一家把手工酸种面包以及在地有机食材的精神发挥到极致的店。如果你很喜欢这样的饮食文化，那我非常推荐你一定要来，而且他们只开到下午5点。室友正在研究怎么租台湾 U-Bike。结束上午的行程，我们准备要离开这一区。这是我第一次在欧洲骑脚踏车，而且听说在丹麦骑脚踏车的规则非常严格。结束港区的行程，我们来到丹麦设计博物馆。这里从家具工艺到日常生活的设计，都在它的展览范围。我们原本是要来看一个 Danish Modern 的展览，里面有一个知名空间被叫做椅子隧道。可惜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整修，所以就看了另外一个展览。这是丹麦很经典的连锁超市品牌，
那个蓝色小女孩的标志是每个丹麦人从小看到大的记忆。会有这个展览是因为超市正在慢慢走向结束营业，所以这一次它在博物馆里面展示的不只是商品，而是整个品牌的设计，从包装标志到它怎么影响整个世代的生活。你会突然发现，设计不是很遥远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每天会经过，甚至会慢慢消失的日常。然后我们才会意识到，好像不是在回顾过去，而是在看我们的日常。这个展比较让我觉得遗憾是，没有让我买到这个经典 logo 的帆布袋。离开那区之后，我们走进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展览的主题不是在展示未来，而是反过来问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选择正在创造什么样的未来？整个展区分成3个主题：人类、社会，还有星球。这一区展示了很多科技的样貌，有一些 AI 时代底下的产物，也有像电影《回到未来》里面的时光车。但它要讨论的不是科技的本身，而是当人在科技底下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也很喜欢展览的方式是提出问题，而不是直接给予答案。在展览之中，我很喜欢这个作品，像药柜一样，一瓶一瓶装着不同的情绪和价值。我们每天都在被这些影响，但其实我们也可以为自己做出选择。这个展览真的提出很多问题给参观者，但最后还是很温柔地告诉你，你会被好好照顾的。虽然没有看到椅子隧道，但也看到一小区丹麦著名的灯具代表。每一盏灯具的设计师都会是你在教科书上面看到的那种大师。这一区有一个缺点，就是当你越参观呢，你就会越想要买。在离开丹麦设计博物馆之前，我们也在馆内很自豪的花园收了很多天然的维他命 D， 让眼睛也放松跟疗愈了一下。Look at me! Why? 结束今天预计的行程之后，我们觉得距离晚餐还有一点时间，就走去哥本哈根市中心最大栋的 Hay House。这个品牌不像一般的选物店，它比较是生产者的概念。创办人像是把设计当成一种编辑，他们挑选设计师一起开发，一起做出商品。它是丹麦设计品牌 Hay 的旗舰店。这一栋总共有3层楼，我也亲自拜访了店长。拜访完店长之后呢，例行的进贡仪式还是要做的。我刚好缺一个玻璃茶壶，所以就去排队了。丹麦夏季的白天比夜晚长，当地人都说5月是一个很适合散步的季节。前往觅食晚餐的路上，我们经过一家黑胶唱片行，室友当然不能放过挖宝的机会。除了店内装饰的氛围很棒之外，不同种类的音乐陈列也做得非常的整齐，完全能够让顾客享受挑选音乐的乐趣。第一天的行程结束了，我们选择晚餐要吃热乎乎的食物。已经晚上8点，这家店还是排满了人。哥本哈根的日式拉面非常少，但这家在当地非常有名。它是2017年开的，主厨以前在知名餐厅 Noma 工作过，也去日本学过道地的拉面。那只有21个位子，还可以直接看到厨房在煮拉面。等了大概10分钟，我们点的2个小菜先送上来，是凉拌蕨菜和柚子金枪鱼。这金枪鱼蛮好吃的，它有点加柚子，然后有点我点了白汤盐味拉面，而室友点的是酱油味增拉面。就是很有趣。我的比较有趣啊，我的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他们的面体也很特别，是每天手工现做，吃起来很像细致的荞麦面。它比较像是荞麦面的面。
蟹膏。蟹膏的话，等一下感觉喝起来他们的叉烧也是每天现烤、烟熏，然后切成薄片，吃起来非常清爽不油腻。我回去你要找看看什么圣灵节的，好奇，与耶稣相关、基督教相关的。我们常常在台湾和日本吃拉面，所以这家的味道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趣跟清爽的。吃饱之后，我们回到旅馆，看着窗外天色慢慢变暗，我们以为时间还在傍晚，但其实这个城市早就进入深夜了。不知道是不是欧洲的时差关系，我们反而还很有精神。但我知道，一定是哥本哈根这座城市，一定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探险。